大家好，我係 Scott，歡迎嚟到 N 記錄。故事發生於香港。香港係一個特別行政區，佢由香港島、九龍半島同埋新界3個部分組成，並且包含大大小小嘅島嶼，地形係多山。香港嘅地理位置係屬於珠江三角洲嘅南端，面向南中國海。呢個國際大都市以其繁忙嘅港口同埋高樓大廈聞名，係全球最重要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擁有多元文化同埋豐富嘅歷史，融合咗中西文化特色。香港擁有一個開放同埋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以服務業為主，包括金融、貿易同埋旅遊業。其金融業係全球最活躍嘅之一，擁有發達嘅銀行業。香港嘅港口係世界上最繁忙嘅貨櫃港口之一。貿易同埋物流業對經濟至關重要，由於其低稅率同埋優良嘅營商環境，香港吸引咗大量嘅外資同埋跨國公司。香港嘅常住人口為750萬，擁有高度密集嘅城市環境。今集嘅故事就係發生於呢一個陸路總面積只有1115平方公里嘅城市。28歲嘅名媛蔡天鳳，英文名 Abby， 出生於1994年7月11日嘅香港，為家中長女，下有2個同父異母嘅妹妹。母親為海南省嘅文昌人。海南省文昌市出名嘅係文昌雞，又名蔡氏雞，係海南4大名菜之一，深受當地人同埋遊客嘅喜愛。蔡天鳳喺香港嘅社交圈以名媛嘅身份活躍，經常參與各種高端社交活動同埋公共事業。鄺港智，英文名 Alex， 出生於1995年。好啦，我哋重申一下，整理一條時間線。蔡天鳳1994年7月11日出世，鄺港智1995年出世。蔡天鳳、鄺港智2013年結婚。蔡天鳳當時19歲，鄺港智18歲。蔡天鳳從小便家中富裕，其父母喺內地從商，相信家產數以億計。而蔡港智嘅父親鄺球，即係本案嘅另一主謀，喺2005年任職偵緝隊長，駐守於旺角警署刑事偵緝隊，但係其後捲入咗一宗強姦案，因揾唔到證據之後，本案便不了了之。但係鄺球於當年辭職，網上有傳鄺港智同埋蔡天鳳係中學嘅同班同學，所以從小便認識。但係至於真相就不得而知。兩人婚後有1子1女，分別係10歲同埋8歲。綜合種種跡象同埋網上資料，蔡天鳳喺2013年同鄺港智結婚。2023年子女分別為10歲同埋8歲，即係2013年同埋2015年分別為鄺港智誕下兒女。鄺球喺2005年任職偵緝隊隊長，並駐守喺旺角警署刑事偵緝隊。喺調查一宗案件嘅時候，與一個女事主相識，期間有人以查案為由，多次與女事主聯絡，直至中秋節，並涉嫌將佢強姦。當年離職。2013至2015年，鄺港智分別偷竊39條頸鏈、32條手鏈、13條金鏈、13條金條、102粒金粒，認盜竊罪，7宗罪，一共判囚42個月。之後鄺港智同埋蔡天鳳因為感情不合而離婚，結束咗3年嘅感情。鄺港智喺離婚之後就因為盜竊罪，同年棄保潛逃，一對子女嘅撫養權交咗俾前夫嘅屋企人照顧。但係蔡天鳳繼續喺財政上支援鄺家，更係聘請咗錢大伯鄺港傑為私人司機，亦都喺之後嘅謀殺案埋下咗伏線。2016年12月9號，蔡天鳳同埋譚仔米線嘅創辦人嘅兒子 Chris 舉行婚禮，
但係並無註冊。婚後居住於大埔嘅比華利山別墅。大埔比華利山別墅位於香港新界嘅大埔區，係一個高檔嘅住宅區。呢啲別墅以其優雅嘅設計、廣闊嘅空間同埋美麗嘅自然環境而著名。住戶可以享受舒適嘅生活環境，並且附近擁有完善嘅設施同埋便利嘅交通。比華利山別墅嘅地理位置亦都提供咗壯觀嘅山景同埋良好嘅私密性，係高端住宅市場嘅受歡迎選擇。一個普通嘅日子，2023年2月21日星期二，將會變得不普通。香港都仲未正式回暖，仲有啲凍。當日嘅氣溫大約係20幾度。下晝12點幾，閉路電視影到蔡天鳳離開加多利山住所。當時着住白色長外套、白色拖鞋、紫色手袋、白色長褲，乘載由前大伯鄺廣傑嘅私人司機，原定前往大埔科進路嘅一所學校接女兒放學。翻查資料，大埔科進路符合名盤女兒嘅學校就只有香港民以民國際學校。學校一年學費已經要接近20萬港幣，仲要額外俾4萬港幣嘅建設費。呢個費用已經多於好多大部分人嘅年薪，可見蔡天鳳一直都過住十分富裕嘅生活。學校一直等，女兒一直等，都未等到有人接蔡天鳳嘅女兒放學，學校就開始聯絡蔡天鳳，但係未成功。蔡天鳳失蹤當晚，佢嘅屋企人報警，案件轉交至香港西九龍警察總區重案組跟進。根據警方公佈嘅失蹤人口，蔡天鳳曾於失蹤當日喺白石角科學園科進路出沒。國際學校、名門嘅學校，好多時都會喺早上家長送子女上學，然後再同各位家長打招呼，彼此認識更多嘅人，增加更多嘅人物關係。初步估計係早上蔡天鳳送女兒上學嘅時候出現過喺現場，而又有家長認得佢。閉路電視畫面顯示，蔡天鳳離開加多利山住所，一部白色嘅7人車前往獅子山隧道。途中前夫鄺廣智突然上車，迷暈蔡天鳳，整暈蔡天鳳，昏迷不醒。鄺廣傑一行人隨後駕駛中港車牌嘅7人車，同鄺球一齊抵達大埔龍尾村嘅案發單位56號 B 1樓單位。亦都有龍尾村嘅村民透露，喺失蹤嘅當晚，蔡天鳳喺一架7人車嗰度下車，之後跟隨數人進入案發單位。到翌日嘅凌晨時分，單位內傳出斷斷續續嘅撞擊聲，疑似有物體撞到窗邊或者墮地，當中夾雜住女子同埋男士嘅對話聲音，但係只係嘈交，聽唔清楚。另一街坊就表示喺村屋附近聽到有嘈雜嘅嘈吵聲同埋女人嘅叫聲，持續咗1個鐘，但係未知對方身份，亦都唔會有人報警。如果真係報咗警，好可能警方救出咗當時被禁錮嘅蔡天鳳，咁就唔會發生以後嘅事。咁附近嘅住戶表示，涉案單位嘅地下已經空置咗數月，直至案發前夕，閉路電視影到一架7人車於2月21日嘅下晝3點曾經離開過現場。2023年2月22日凌晨時分接獲失蹤報案之後，香港警方高度重視此案。其一係蔡天鳳係一名香港名媛，家庭十分有錢；其二，蔡天鳳嘅生父可能係中國海南富商；其三係佢曾經接受過多個時尚雜誌訪問。巴黎時尚公報嘅訪問形容佢係業內具有影響力嘅人物之一，讚揚佢對時尚風格獨具慧眼，混搭衣着優秀，引領潮流，攝影作品專業。其四係佢現任嘅老公係譚仔米線創辦人嘅媳婦。種種跡象都表明蔡天鳳失蹤一案並唔簡單。香港警方立此案件調查。2月24日凌晨，即2日後，香港警方喺九龍城拘捕咗一家3口，一
一共2男1女，包括喺案發當日接載蔡天鳳嘅前大伯鄺港傑、前家翁鄺球同埋前家姑李瑞香。而前夫本人一度潛逃返去內地或者澳門，隨後警方盤問3人，發現有人作假口供，聲稱蔡天鳳喺汽車行駛途中落車，試圖混淆調查方向，但係最終被識破。經過調查，警方將案發地點鎖定於大埔嘅龍尾村一個村屋單位。該單位由鄺球案發時嗰個月先開始租用。鄺球租用單位嘅月租費用係5萬蚊港幣，目的係為咗鄺球自己包養一個姓吳嘅情婦，名叫志榮，綽號蓉蓉。蓉蓉喺太子唐樓一間樓上足浴保健店工作。佢喺案發前半年認識鄺球，之後成為情婦。蓉蓉聲稱可以利用獨特嘅手法暢通淋巴系統，改善身體嘅新陳代謝同埋循環系統，費用每次係幾百蚊。據喺該店嘅工作人士透露，蓉蓉相貌娟好，係該店嘅紅牌，相當之受歡迎，有2名至少10歲嘅兒子。唔知大家有冇幫襯過蓉蓉呢？2023年2月24日中午，警方陸陸續續喺案發現場發現人體殘肢及2煲人肉湯，懷疑鄺氏一家想煲人肉湯派街坊，以及當廚餘抌咗佢。真心奉勸各位，如果有不明人士向你哋派發物品或者食物，請勿進食，以免產生心理陰影。早於蔡天鳳失蹤當晚，即係21號，主謀鄺球及2名兒子，包括鄺港傑及前夫鄺港智，一共3人合力謀殺蔡天鳳並進行肢解行為。期間懷疑前夫及大哥鄺氏兄弟承受唔住壓力，一度要離開案發單位，但係之後鄺港傑再折返單位繼續攀屍，場面及動作行為極度令人嘔心。而主謀鄺球就一直攀屍到晚上。第2日鄺球再返去案發單位，企圖將屍體及殘肢運走棄置。閉路電視影到鄺港傑拎住個白色大膠桶接近車輛，打開車輛嘅車尾箱，懷疑裏邊係裝有蔡天鳳嘅殘肢。而涉事單位早於案發1個月，鄺球以每個月5萬蚊港幣租落，懷疑鄺氏一家早有預謀要謀殺蔡天鳳，並且要將佢置諸死地及分屍，絕不留任何嘅活口，否則都唔會一早買好裝備，提前1個月佈局一切。警方於2023年2月26日喺東涌新發展碼頭終於逮捕到第4名犯人前夫鄺港智，懷疑佢正係等緊大飛去澳門或者潛逃返去內地。如果俾佢成功咁返咗去澳門或者去咗大陸，就好難追究，因為佢會有機會已經研究過陳同佳嘅案件，嘗試逃去台灣。陳同佳嘅案件有機會之後再同大家講下，因為台灣同香港或者大陸係冇引渡條例，而香港政府就曾經想將大陸及台灣經過香港互相引渡受審，從而令到香港有幾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呢件事亦都令到有香港唔少人離開，正正此時陳同佳就可以一直逍遙咁往返香港、澳門同埋大陸。所以前夫鄺港智如果成功去咗台灣，基本上佢就可以去好多同香港或者中國冇引渡條例嘅國家周圍去。同日晚上終於揾到大部分人體殘肢，包括頭顱。另外警方喺尖沙咀以涉嫌協助罪犯拘捕多1名47歲嘅女子，綽號係蓉蓉，相信係前家翁鄺球嘅情婦，涉嫌一齊租落咗大埔村屋嘅單位，同埋租用尖沙咀單位匿藏死者前夫鄺港智，成為案中被捕嘅第5人。犯案動機同物業糾紛以及遺產繼承權係有關。蔡天鳳曾經於2019年7月以7280萬港幣合約價無抵押購入加多利山嘅低層豪宅物業，扣除發展商提供嘅16% 回贈之後，實際成交價為6060萬港幣。由於蔡天鳳本身喺香港已經持有其他嘅住宅物業，根據印花稅條例，需要以標準稅率合約價嘅15%去稅務局支付印花稅。
避免高額嘅印花稅，考慮到借人頭嘅手法，將加多利山物業歸於前夫老豆礦球嘅名下，而礦球以首次置業嘅身份向土視廳登記，只係需要支付稅項300幾萬港幣，比起原本應該要俾15%稅率係可以平咗780萬。其後蔡天鳳諗住出售加多利山物業套現，為促使礦家遷出加多利山可以轉售，蔡天鳳便向礦家提出搬到屯門一個大約1000萬港幣嘅物業單位度居住，但係遭到礦球強烈嘅反對，並且造成雙方嘅不和。蔡天鳳曾經向律師尋求法律意見，認為如果有證據證明蔡天鳳係加多利山物業嘅幕後購買者，佢就有機會取得物業嘅出售權。礦球可能得知蔡天鳳將會就加多利山物業嘅業權以及利益採取法律行動，加上蔡天鳳冇同現任嘅丈夫譚仔米線嘅創辦人個仔 Chris 註冊結婚，喺冇遺囑嘅情況之下，其遺產理論上係會由佢前夫鄺港智所生嘅一對仔女繼承。即使蔡天鳳同現任嘅丈夫譚所生嘅一對非婚子女亦都有繼承權，但係鄺家最少亦都可以分到1半以上嘅遺產。另外，亦都喺網上揾到礦球同埋大仔喺大陸廣州註冊咗2間新公司，時間係2020年12月，註冊資本為5000萬人民幣，以及2021年3月註冊資本為2000萬人民幣，合共達7000萬人民幣嘅款項。可能已經有人將加多利山豪宅按揭咗俾銀行而獲得7000萬嘅資金，再於大陸註冊2間公司。有咩事將來可以將蔡天鳳豪宅嘅金額轉帳走，或者係落咗自己袋。礦家唔想還已經入咗自己戶口嘅金錢，唔排除礦家因為呢2個原因而動咗殺機。除咗直接參與嘅主謀礦球、鄺港智 Alex、鄺港傑 Anthony 3人之外，另外都逮捕咗礦球嘅47歲情婦吳志榮蓉蓉，罪名係協助罪犯，借現場居住地方俾鄺氏3父子行兇及分屍。至於李瑞香，鄺港智之母，礦球嘅老婆，懷疑李女士係知情，但係就未有直接參與。林信41歲，鄺港智嘅朋友，係遊艇租借公司嘅男員工，曾經係藝人鄭中基嘅助手，涉嫌收取鄺港智30萬港幣，協助經水路逃亡。另外一名潘巧賢29歲，鄺港智嘅朋友，涉嫌聯絡41歲遊艇公司職員，幫助鄺港智喺水路潛逃。就蔡天鳳一案，警方至今起訴咗7個人，另外3人包括咗死者前大伯鄺港傑31歲嘅司機，以及前家翁鄺球65歲退休人士，及前夫鄺港智28歲無業，各被控1項謀殺罪及1項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3人由2023年2月還押至今，下次再審日期為2024年10月5號。而前家姑李瑞香，鄺港智之母，鄺球嘅老婆，則被控1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其案件押至9月5號再審。你睇到嘅影片嘅時候，應該係已經審咗。屆時亦都需要表達意向。李母早前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係獲批，所以佢係周圍走嘅。而2男女涉嫌協助死者前夫逃去澳門，押至10月後再審，包括林信41歲，鄺港智嘅朋友，以及潘巧賢29歲，鄺港智嘅朋友。所以話識朋友一定要大眼識人。礦球嘅情婦吳志榮蓉蓉喺案發前2023年2月嘅中旬，佢喺月租4萬幾蚊租用西九龍柯士甸道凱旋門一個單位，用作匿藏鄺港智涉嫌協助罪犯而逮捕。2013年，蔡天鳳當時19歲，同18歲嘅鄺港智結婚，2人婚後育有1子1女。然而呢段婚姻只係3年後就結束。2016年，蔡天鳳同譚仔米線創辦人個仔 Chris 舉行婚禮，但未註冊結婚。2人婚後居住喺大埔嘅比華利山別墅，享受富裕嘅生活。2023年2月21日，
蔡天鳳喺星期二一個普通嘅日子，準備接女兒放學嘅時候，離開加多利山住所，乘坐由前夫鄺港智嘅哥哥鄺港傑駕駛嘅汽車。隨後，佢遭到前夫鄺港智以及其家人綁架，並且帶到大埔龍尾村嘅一個單位。2月22日，蔡天鳳失蹤後，佢嘅家人報警，案件交由香港警方調查。警方鎖定鄺家人為主要嘅嫌疑人，開始對龍尾村嘅村屋進行搜索。2月24日，警方喺大埔嘅村屋入邊發現咗蔡天鳳嘅殘肢同埋2煲人肉湯，證實佢已經遭到分屍，並迅速拘捕鄺球、鄺港傑、李瑞香等涉案人士。蔡天鳳嘅前夫鄺港智逃亡，試圖離開香港。2月26日，前夫鄺港智喺東涌碼頭被捕，警方懷疑佢企圖經水路潛逃至澳門或者內地。至此，蔡天鳳一案嘅主要涉案人員已經全部落網。2024年10月5號，警方至今起訴咗7人，包括蔡天鳳嘅前夫鄺港智、前大伯鄺港傑、前家翁鄺球，以及鄺球嘅情婦伍志榮等等。案件因涉及物業糾紛及遺產繼承權，成為全城關注嘅焦點。蔡天鳳嘅命運因金錢糾紛同埋錯誤嘅信任導致悲劇嘅發生。佢原本富裕嘅生活因前夫及其家人對財產嘅覬覦而結束，提醒我們金錢可能係萬惡之源。而且我們需要謹慎咁選擇信任嘅人。好啦，今集講到呢度先啦，飲返支汽水定下驚。